我想下来走走。下来？你没搞错吧？你腿这样，你活动？我都住了2个多月的医院了，一个人躺久了，意志都会跟着倒下去。今天高兴，我想下来活动活动。我相信，我一定能恢复到和以前一样。你真想下来走走啊？嗯。那我也扶不动你，我帮你去借副拐杖行不行？好。你行不行啊？我觉得我这脚可以受点力了。哎，大姐，要不这你还是别走了吧？不是你觉得又不是医生觉得，你让我背你回去行不行？这太可怕了，你在这儿。医生不是说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吗？没事儿。不是你没事，我有事，我在旁边看得心惊胆战的。我们再试试。你也别跟我犟了好不好？我背你回去。你想，你这脚要好了，那雨明不就不来看你了吗？我的脚要是好了，我就去找他。哎，我说你这么飒一女的，干嘛老为男的跟我在这耍心眼啊？你不是一个人在医院闷得慌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小韩，你没事吧？小韩，你没事吧？小韩，医生，医生！本来恢复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现在同一个位置又2度受损，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对不起啊，大夫，是我们太不小心，太大意了。他现在严重吗？骨伤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办法，但是神经损伤本来就是个未知数，现在就更不好说了。你们也别压力太大，既然已经这样了，就得面对现实。以后呢，小心点照顾，我们也会尽量想办法。哎，谢谢您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谢谢医生。对不起。行了，别担心了，他会好起来的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可是你来医院照顾他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咱们能不能不再纠结这件事儿了，行吗？那我也做不到看着你去照顾你前女友，我心里还能踏踏实实的呀。你看，我已经答应让你来照顾他了，你说你心里还装种小心思，你有意思吗？哎，他万一要是站不起来了怎么办？那我都跟他说了，让他不要自己走，他自己非要站起来的。还有，小宝打电话催着我回去，是不是你指使的呀？我没干过这种事儿。行，咱说好了，咱们别再为小韩的事纠结了，行吗？那你俩一起去你们以前吃过的餐厅，点以前点过的菜，聊得热火朝天，还抱进门抱出门的，最后还一块逛公园，他还撵我走，那换做我你能舒服吗？是你对我太没有信心了，我以为你回来了，我们就应该重新开始了。从哪儿开始啊？从对彼此的信任开始。你说你揣这么多心眼儿，你让人不舒服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我心眼多，行了吧？我心眼多到我为了护着他，我后脑勺子磕地上都没跟人说过。你磕地上了，那我看看来，让我看看，看看磕哪儿了，疼不疼啊？啊，我看看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哎呀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你这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那好，那我晚上回来。怎么了呀？啊？我姐丢了，你去照顾小韩吧，我走了。哎呀，你这样，我去跟小韩打个招呼，我陪你去啊，你等我啊，等我一下，马上啊。他没来找过我，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。那要不要一块儿找找去？
怕他到时候见到我，他会更生气。李面，哎，跟依林的事儿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请我小莫和依林还得靠你们多照顾。姐夫，谢谢你们了。就是那天过生日那事儿啊，你也别想多了。等那事过去之后，我就约你纪念馆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如果找到他，给我发个短信。哎，那我先进去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想起我姐大学时候的样子了。那时候我特别崇拜我姐，每年她都要在大礼堂给新生致辞，毕业的时候还要做毕业演讲。我就翘了课过来看她做演讲，在台下像个粉丝一样看着她，觉得她特大方、特漂亮。那时候林伟啊，就站我旁边。那时候他看他的眼神，让我觉得别说是这辈子了，就是下辈子他也不会放手。谁知道今天会成这样？你说，我姐要是不跟他在一块儿，现在会是什么样？小韩啊，来电话了，说呢，让你别往心里去。今天这事儿呢，跟你没关系，都是他自己啊不注意。对不起。你还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？我还没来及跟你说对不起呢。不是，你今天说的话，我想了一下，说的挺对的。我现在啊是不够有信心。之前跟你赌气离婚，让我们这段感情陷到更大的困境当中。后来回来以后，我就想要换一种处理方式。一开始吧，我还挺有自信，我能处理好的，也自以为自己挺大气的。后来时间一长，我就越来越装不下去了，觉得挺害怕的。就怕我们的感情再受到伤害。笑什么呀？很好笑吗？你突然间这么坦诚的跟我说话，我倒有点不太自信了。我知道小韩的事儿啊，让你心里不舒服了，但是你刚才能这么坦诚认真的跟我说这番话，我突然间觉得咱俩呀，还是可以坦诚相待的。我是怕我们谁也不说，都不沟通，到最后会有更多的误会，等到想解决的时候，都来不及了。我觉得在感情这个问题上，你做的对，就应该这样，就应该呢，积极的去面对。因为我不想变成我姐那样。说着说着吧，就又来了。哎，别那么悲观，行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小韩啊，住院这么长时间了，没人来看他。他爸妈不知道啊。其实呢，他也不愿意别人啊知道这件事儿。他5岁的时候，他爸妈就离婚了，他呢就没人管了。奶奶呢，就把他接走给带大了。后来爸爸妈妈又各自有了新的家庭，带着他呢，又都不太方便。奶奶去世以后啊，他就更没人去关心他了。所以我就想呢，你说他现在这样哈，无依无靠的也没人管，也不知道呢以后能不能站得起来。你说如果这个时候我都不管他了，他不是就
更没信心，更郁闷了吗？所以我不管小韩之前怎么跟我闹，我都没说不管他，就是想呢，让他多一些希望，多一些信心。你看啊，要是站在一个普通朋友角度来看，你也不希望你老公是一个没人情味的人呀，啊！但是道理我都懂，我现在结婚了，我有老婆，我有家庭，那我也得考虑你的感受啊。所以我想好了，我想呢，我找一个机会，我到时候跟小韩呢，好好的说一说。所以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，好吗？你今天头磕哪儿了？你给我看看呗。这儿。哎呦，疼。我气大爆了都。哎呀，那我抱你一个啊，别生气了啊。怎么样？还疼吗？有点儿，这护具啊，又重新戴上了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一码归一码。再说昨天是我坚持要走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大夫昨天怎么跟你们说的？他说，你再辛苦几个星期就好了。你们别骗我了。干嘛那么悲观？脚不都能动了吗？嘿，你这真心话还是假慈悲啊？你要认为这是真心话，那就是真心话；你要非认为这是假慈悲，好歹也是慈悲嘛。骨头汤。下回不想喝骨头汤了，真的喝腻了。行，你现在是老佛爷。